幸好，你不是我的敌人。指挥官，已经确认了，今天跟严老板交易的人就是小姐。我们还抓人吗？计划不变，目标交易之后立刻行动。 是，那抓了人之后呢？直接关审讯室，怎么对待其他走私犯，就怎么对待他们。明白。之后，我会亲自审问。是。 哎，好嘞，我来品鉴品鉴。哎呦，鬼斧神工啊，真是鬼斧神工！小姐，您的手艺实在太精妙了，没点经验根本看不出真假。 好说好说，我回去就跟素姐请示。哎呦，实不相瞒，我虽是博古轩的大掌柜，但只是表面风光，素姐才是真正做主的。尤其是眼下的这事儿，她都亲自过问。 这就对了。这是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，您先收好。后面的事儿有消息，我会亲自到您店里通知。今天就失陪了。2位涉嫌走私珍宝，麻烦跟我走一趟治安局。哎呀，误会啊，就是正常的买卖。我跟你们指挥官很熟。少攀扯，我们指挥官怎么会跟你这种人熟？有什么话，还是等到审讯室再说吧。带走。小姐，你这样做，太让指挥，不，让我们失望了。 哎，我说魏明成，自从有了左指挥官，我们可算过上了太平日子。是啊，我们做生意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安稳的环境。我们能有左指挥官，那是我们的福气呀。
可我也没有赞了。哎呀，是您太谦虚了，大伙儿今后还要仰仗您，我先敬一杯。指挥官真是好酒量，那我也干了。我也干了。为什么要走私珍宝？人赃并获，你还要狡辩？还在鉴定当中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现在这个时候交代，还有机会。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走私珍宝是要枪毙的？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。伪造赝品在魏明城也是重罪，你以为交代一个比较轻的罪就能逃脱责罚？我会，只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之内。但我更希望你在遇到难处的第一时间就来找我。赝品，我那时在追查珍宝走私，以为他……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……看来我们对彼此都有误会。报告，指挥官。说。经鉴定，确认青花缠枝花卉纹瓶是赝品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门外的守卫也都撤了。是，指挥官。幸好，你不是我的敌人。其实我在调查一起走私珍宝案，恰好我们的目标人物是同一个人。1个月前，卫明港的一名船工在船上发现了一只莲花刺针，它属于不允许买卖的珍宝，但当时我并未收到任何珍宝失窃的报告。
我怀疑是有人监守自盗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宴请了许多可能与此有关的珍宝商，但他们都很谨慎，没有露出马脚。我只好按兵不动，先都监视起来。结果，我这边的调查就是这样。你呢？还愿意跟我说说赝品的事情吗？却看到我在治安局宴请一群珍宝商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交易。你是怀疑我被拉拢了，才打算自己冒险调查？从刚刚开始，你还是第一次叫我的名字。好，结合目前的线索来看，我想严老板找你仿制赝品，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卖。珍宝哥。灯光这么暗，可以看清吗？好，你来指挥。所以赝品盛行和珍宝走私其实是一回事。没想到在我的治下，竟然还会发生这种事。我会派人调查最近珍宝阁的进出记录，希望会有线索。但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能够在魏明城堂而皇之的做这件事，并且隐瞒这么久。可见遭赝品替换珍宝进行走私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犯罪链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斩草除根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在听。你呢？发现我可能是赝品组织保护伞的时候，是什么想法？那你为什么后来不告诉我？谢谢你，没有放弃我。
我一直在想，你是不是遇到了难处才会被迫合作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受到的伤害最小？幸好，一切都是误会。不过没能得到你100%的信任，我确实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是不是我有时候看上去不像好人？你看，月亮出来了，我们和好吧。我送你进去。我回去了，晚安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后续交给我来处理吧，这本身也是指挥官的职责。秦素影，没听说过，但之前派人跟踪严阵时，确实发现他跟一个女人有接触。只是那个女人没什么特别的，以为是他的外室就……等我回去，就派人去查。怎么又绕回这里了？好，我答应。不过去正式卧底之前，要进行特训。不会很难，只是教你一套治安局内部的暗语手势，以防我们遇到不能说话的情况，也能顺利交流。毕竟防身术有这么一点时间也很难学成。鸡蛋，看来我在你心中还有点信用，虽然不是很多。我一直在想，你是不是遇到了难处才会被迫合作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受到的伤害最小？幸好，一切都是误会。不过没能得到你100%的信任，我确实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是不是我有时候看上去不像好人？你看，月亮出来了，我们和好吧。我送你进去。
食指与中指并拢，飞速点一下眉手，才表示注意安全。接近，但还不准确。暗语只能通过手势和表情来传达意思，一定要做准确，才不会出错。那得罪了。学会了吗？那我们连起来再复习一遍。我只是在想，伪造赝品、走私珍宝，无论哪一件在魏明城都是很大的罪名。成功会带来巨大的收益，而失败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所以参与其中的人，大多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非常危险。我不在你身边，遇到任何突发情况，只能靠你自己周旋其中。我希望你可以再慎重考虑一下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出这个选择。不管怎样，记住，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关于他，我们其实不算陌生。还记得在我之前的那一任指挥官祁一阳吗？她是祁一阳的妻子，一直生病在静养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见过她。关于她的来历，只知道他本来是首都人，祁一阳被处理之后，他就失踪了。具体情况不太清楚，只听说他得了疯病，常常无缘无故伤人。所谓静养，其实跟囚禁没什么两样。据说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。是啊，这些传言说明他这个人很神秘，也意味着更危险。我知道你可以。接下去治安局会大张旗鼓调查走私的案子，让他们以为我对赝品一无所知。我会命人盯紧，看看到底是谁在监守自盗。之前调查了珍宝阁的进出记录，果然没有可用的线索。带上它，在危险的时候可以自保。好，但我是认真的。这是我从军时父亲送给我的，这些年就像平安符一样，守护着我。
我希望他能在你身边，守护你的安全。平安回来。小姐，你的手艺我很满意。我很好奇，像你这样在魏明城小有名气的鉴宝师，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？不是我妄自菲薄，但私自制造赝品总归是非法的，一旦曝光，你的名声就毁了，甚至还会入狱。 那就合作愉快了。哎呀，素姐和小姐合作，那就是强强联手啊！哎，今儿我做东，请两位女中豪杰去鸿福楼吃一顿。吃饭就免了，谈正事要紧。对对，素姐说的是，谈正事要紧。 我想请你伪造出这本名册上记录的所有珍宝。自然是以假乱真最好。好，我会想办法让你见到的。 这是，应该是治安局发布通知，走不过几分钟，两位还是听完吧。各位同胞，近日治安局查获有不法之徒在魏明城行走私之事，如今各地战火蔓延，正是上下一心、抵御外侮之际。 竟有人为利益所趋参与走私，实在令人痛心疾首。我左然身为魏明城指挥官，在此郑重警告：凡参与走私者，一旦抓获，必将受严厉惩罚。望各界蠢蠢欲动者，在行动之前先想想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后果。 人人都说我们这位指挥官年轻有为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我哪有这种荣幸跟指挥官搭上线？他们那种人吃人不吐骨头，一辈子不接触才最好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交付另一半。不急，等我的通知。请问指挥官，当前魏明城内的走私问题有多严重？指挥官，今日颁布告示明通知，是不是意味着在走私方面已经有了确切的证据？对于参与走私的犯罪问题，治安局会采取哪些法律手段进行严惩？
关于如何严惩走私犯的问题，稍后治安局会发布公告。有兴趣的记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至于其他跟走私密切相关的细节，由于还在追踪过程中，暂时不便透露。还请各位耐心等待，一旦有发现，治安局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们。注意安全。不用为我担心，你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小姐，晚上好。把眼镜蒙上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放心吧，干净的。我带你去看珍宝。那些东西都藏在保密的地方，你若不想惹麻烦，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只有半个时辰仔细看。怎么样？好啊，我们走。之后委屈你专心在这个小院里帮我做事了。有什么需要，告诉这里的人，他们都会满足你。是你说的富贵险中求，谨慎些总归没错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但我相信小姐是很识时务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就开工吧。其实情况没有那么糟糕，虽跟丢了车，但大致能确定是往郊区跑了。郊区那么大，他现在是卧底。你打算怎么做才能在找到他的同时，又不破坏他的计划？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。如果当时我在渡川支开珍宝阁看守时就盯紧他一些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
以渡川纨绔子弟的作风和能力，秦素影未必会把藏匿地点告诉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第一，你派人监视渡川，也许可以顺着他找到秦素影的线索。第二，以例行检查为由，在城内挨家挨户搜索间谍，3日后再去郊区。是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现在就去郊区搜查？如果他真的被关在郊区，现在去查，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冲着他去的，他的处境会更危险。过几日，他们会放松警惕。现在他们需要他伪造珍宝，只要不被怀疑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明白，我这就去部署。一定不要出事。外面吵吵闹闹的是什么人？是治安局的人来例行检查，抓什么间谍？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。是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查一次。这次与上次间隔确实短了一点，不过也差不了多少时日。小姐，待会儿请你帮我演一出戏。就说你是我的表妹，因上次在城内的事情受到惊吓，来我这里散心。你不用说话，一切交给我就好。干什么磨磨唧唧的？敲了这么久才来开门？不是不开门，只是家中就我和表妹，实在不方便见客。我记得你是寇继瞻的掌柜，怎么在这里？我表妹自从上次被治安局误抓了之后，一直卧病在床，就接来我这里休养了。这里就住你们2个人？当然不是，家父家母去城内探亲，过几日才回来。你们知道最近间谍混入未名城的消息吗？间谍？啊，没听说过。我们都是良民，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既然水开了，那我便讨口水喝。是我疏忽了，这就去泡茶。我们跟丢了车，一直找不到你，没事就好。我等会儿去取，之后我会派人一直盯着这里，尽可能保证你的安全。指挥官大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怎么样？都搜查过了，没发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走吧。两位，打扰了。这是应该的。如果发现可疑人员，要及时上报。还有，最近不要出城。那是自然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
没想到竟然是指挥官亲自来搜查。看来他要找的间谍身份一定很要紧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。那群治安局的人都凶神恶煞的，当初还把我和小姐当成走私犯抓走。哎呀，我看到就直哆嗦。今天倒是蛮客气的，是不太对劲。算了，既然这里被发现了，之后换个更加安全的地方吧。可这会儿全城都在找间谍呢，哪里都不安全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的事，小姐受惊了。如果能按时交货，我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1成酬金。杜川最近一直在悄悄行动，已经偷偷替换了名册上2/3的珍宝。看来距离交易的日期不远了。他那边怎么样？目前没什么动静。盯紧一点，等他们准备替换最后一批珍宝时，立刻想办法营救他。明白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。不要掉以轻心。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不会掉链子。关于杜川，您打算怎么办？等最后一件珍宝被运走时就控制起来。这种烫手的东西，秦素影一定不会长时间留在自己手中，一定会想办法尽快交易。我会亲自盯着，将他和买家一网打尽。有您盯着，我想他们一定插翅难飞。他那边出事了。报告指挥官，秦素影把小姐带走了，目前去向不明。去向不明？你们是怎么监视的？算了，先下去治疗吧。情况有变，你先控制杜川，我去找他。难道秦素影发现了他的身份？发现了反而更好。秦素影可以利用他来跟我们谈判，那他就还是安全的。我出发后，封锁所有出城的路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不准放任何人出去。是。小姐，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。我身边能干的人太少，手艺好的造假师更是千金难求。可谁让你是指挥官的人？哼，不用否认，我查过上次的走私抓捕案，不是你们第一次见面。之前你们也有过合作，我听说当时可谓是生死之交。不管你们关系究竟如何，反正我是这么认定的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当初我出其不意带你转移，他会如此大张旗鼓全程搜索间谍。
应该是为了找到你吧？这么用心，看来他很在意你。按照这个思路再回去细想，那天在小院，你们也是故意去屋里的吧？我虽没听到你们在说话，但你们可以做动作，只要有心，也可以交流情报。也许那是你们想要一网打尽的计谋。哼，没证据，但我能够在这个乱世苟活下来，就是因为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男人。我劝你最好也不要太相信。指挥官大张旗鼓找你，都是在他个人利益没有受到影响，而你恰好对他有利用价值的时候。小姐是聪明人，不过如果没有这一层疑虑，我确实打算留你。只不过我吃过亏，看在你为我做事的份上，我就好心帮你测试一下指挥官的感情吧。当然，杜川那个蠢货，什么都不做还想狮子大开口，跟我55分账。现在我已经有了2/3的珍宝，提前交易也不亏。至于你，这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数量不符。查尔斯先生，你从我这里买走的珍宝还少吗？早就已经超过你的计划了吧？我劝你见好就收。没想到离开齐的秦小姐变得这么强势。如果你还想继续跟我做生意，就不要提她。哦，好吧，我只要有生意做就好了。哇，他是谁？一个叛徒而已。为什么要把叛徒藏在这里？我这辈子最恨别人欺骗我，关在这里当然是要好好惩罚他。你要惩罚他，何必要藏在这里？扔进江里不就好了？那样就不有趣了。很快治安局的人就会追到这里。治安局的人会来？秦素隐，你疯了！你没听上次广播里说严打珍宝走私吗？别担心，这位姑娘是指挥官的心上人，只要你让我乘你们的船离开就没问题。那艘船不属于我。那只能请你想想办法了。一旦我被抓，会把所有事情都抖出来。那时你觉得自己还能全身而退？好，只此一次。小姐，冷吗？等会儿就暖和了。把整艘船都烧了，我要背叛我的人在绝望中死去。
指挥官，找您的。谁？说话。指挥官大人，你好。秦素影，她在哪里？这么着急，就不该置她于险境了。她就在船上，不过要快一点。我怕你来不及见她最后一面。魏承志，你带一队人走水路追捕秦素影，剩下的跟我一起救火。别睡，不要睡，我来了。是我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来晚了，让你遇到了危险。等我们出去再说。好，我让人去抓他。现在先保持体力，不要睡，能做到吗？好点了吗？当初不该让你参与这么危险的行动。如果我能早一点，什么？能让我看看你的手腕吗？一定很痛吧？之前你被抓到治安局，也伤到了手腕。新旧伤叠在一起，万一留疤，等会儿我给你上药。好，不过我希望你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用到。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。我希望能保护你，还有魏明城的每一个人。有你的信任，我也觉得自己能做到。
在喝茶。很香。我那儿还有金春的白茶，一时没工夫喝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下次带过来。我来这里，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查尔斯和杜川认罪了，你应该听说了吧？前几天他就被锁定了。抓捕时，他不愿意束手就擒，开枪自杀。不过现在已经被救回来了，只是还在昏迷中。关于他的身世，我在首都的朋友已经帮我查到了。我们出去看看吧。现在的烟花只是庆祝新年的前奏，更盛大的还在后面。治安局在观景台上留了位置。我们不用着急。明天新电影上映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看电影那天，我提前去接你，请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这是我家里的传统，我父亲也精通厨艺。只要在家，就是由他下厨。我母亲以前还开玩笑，要不是看在父亲厨艺高超，也不会一眼相中。不知你是否愿意赏光？来年，我们也一起来看烟花吧。清清无念，见字如晤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转眼间，我来首都已半月有余。今晨早起，见院中百美初绽，料想未名城的梅花也该盛放了吧？我不在期间，你可一切安好。之前寄去的羊毛围巾可曾收到？春寒料峭，恐你贪凉不知天意，特此叮嘱再三，请勿向我啰嗦。首都虽繁华，但我心中却常忆起在未名城的时光。每每看到这里的街景和人群，不禁想起与你共度的美好时日。最近有新片在首都和未名城同时上映，你不在身边，我也缺了兴致。所幸公务即将结束，不日我便会返回。
到时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如何？又急，闲暇之余，我向首都名厨学了几道家常菜，正好回来做与你品尝。今夜的月亮很圆，你那边呢？是否也如我这般灼灼明慧？不知不觉洋洋洒洒写了许多，却又好像什么都未曾言明。只愿这些文字能传达我心中的万千情怀，慰藉你我的思念。算算日子，待你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大约已经登上了返程的火车。愿君珍重，勿念。